这次就直接开始讲代码讲解了。嗯，主要是用 debug 模式。之前自己研究的时候，特别容易不太好理解的地方，或者是特别容易出错的地方，我会重点讲一下。嗯，我们先直接执行一下代码，看几个简单效果吧。执行没有问题啊。然后我们加点参数，再看看简单变化。这个默认 demo 代码是没有那个 pose 动作的那个参数。嗯，这里面看一下 SNPL 的接收参数啊，看一下 forward 的方法。它的 pose 参数名称是这个。先用都初始化一下零。SNPL 是默认是有23个关节点，有的接收是24个，24个第一个是那个位置参数啊，23个的话都是关节点的参数。每个关节点有3个 SYZ 的那个欧拉旋转弧度，所以接收是23乘3个参数。然后它前2个参数就是左右腿，我们把左右腿的做一下动作啊。这里面就是可以接收多个 POS 文件的意思啊，我们都是用传一个 SYZ，第一个关节点就是012，2应该就是 Z 坐标，Z 坐标旋转一弧度大概是45度左右吧，40多度吧。第二关节点的话就是345 SYZ 5，看一下变化啊。嗯，咱们开始讲解的时候用 SMPL 来讲解啊。SMPLX 是加了手部跟脸部，所以第一次就直接用讲解会比较复杂。默认模型我们传 SMPL，这个正好讲一下 SMPLX 是因为手部的关节点它是单独拿出来了，默认是23个关节点嘛，都有哪些关节点？一会儿一起看一遍。所以它默认23个，它减去左右手的关节点就变成21个，这是 SMPLX。21个、23个、24个是加上那个开始的那个 translation，就是位置参数。23个的话就是关节点参数，这些数反正以后你们自己做应用的时候会经常遇到的，尽量有印象会好解决一点。经常要参与计算的这个，用 SNPL 再走一遍。啊，对，再装一下参皮这个啊，参皮是 SML 的话用的是参皮这个可微分的框架。那我在这边也记了这个，它得下载这个兼容版本的。那直接安装就可以，没什么的。
咱们再执行一遍。基本显示这些基本就是没问题了，咱们看一下效果。没有问题啊，左右头、左右脚、左右腿都变了。那咱们没有问题的话，咱们用 debug 模式，走一遍啊。嗯，关键点的名称在这个文件里面，你可以看一眼啊。这个是左右手单独拎出来的 SMPRS 的关键点数量。这个是 SMPL 的24个参数，第一个这个是那个位置参数啊，后面23个是欧拉角的旋转参数。基本就是左右腿一些，脖子啊、头啊、肩膀、胳膊、手腕、手、脚，这两个就是身体中心的几个关节点，大概这样，大概这样，这个你们自己可以看一遍。那 debug 就直接开始了啊。我先在重要的地方都打一下断点。这个是读取文件，这个是初始化的地方，然后在 forward 里面再打一下断点吧。然后在旋转的地方再打一下断点。先这些吧，先走一遍看一看。这个是加载模型，判断模型路径。我们写的是 SMPL，这个是 SMPL 的初始化的方法。初始化的话，主要就是读取那个模型训练好的参数啊。然后 gender 这个也是经常常用的，就是性别。之前咱们上传模型文件的时候，不是上传3个模型吗？男性、中性、女性，它是用这个来判断读取哪个模型的。age 的话，就是成年人、小孩那个区别。下面大概看一眼啊，就是主要就是读取模型文件，做一下初始化的。ShapeDI 啊，这个就是训练好的 Shape 的10个 PCA 组成分分析。顶点 ID，这个参数也是经常常用的啊。这个 Face 是，可以先走到这儿看一眼。Face 就是 SMPL 是有6890个顶点，Face 就是可以理解为一个三角面，每3个顶点形成一个三角面。因为现在流行的，嗯，渲染模型都是三角面来做模型的，总共有1万多个面吧。简单就理解为有6890个顶点，每3个顶点形成一个面。继续往下看啊，这些初始化一些参数啊，初始化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要讲的。Template 就是默认的模型顶点的那个顶点的数据。Patterns 就是关节点都有那个父子级关系。
Pose DI 啊，就是跟 Shape DI 差不多，它就是训练好的主成分分析的数据。然后这个是 LBS 蒙蔽算法的权重。说实话，大概是这些的啊。继续往下走。Betas 就是 Shape 那个影响自带的参数啊，它这边默认随机生成10个贝塔参数。这个是脸部表情啊，脸部表情参数 SMPL 是不用的，随机生成10个贝塔参数。然后到这里的话，会调用模型的 forward 方法。forward 方法是重点啊，就要看一下 forward 方法。Global Orient 这个是刚才说的那个关节点，不是23个吗？它会如果是24个的时候，基本第一个就是这个参数啊，位置参数。大概瞅一眼，重点的我看看哪些讲一下。Body Pose 就是23关节点，刚才传过来的。Beta 是10个参数，姿态参数。这个 Translation 就是移动变化，是否有移动变化。3D 空间变化主要就是3种嘛，一个是缩放 Scale、旋转 Rotation、平移 Translation，这个简单理解移动就行。Full Pose 的话就是把23个跟1个加起来就会变成24个参数。Base Size 就是我们都是传1啊，一个。然后这个就是最核心的 LBS 蒙蔽算法了。它接收到 Beta 跟 Pose 参数以后，然后调用 LBS 蒙蔽算法。它接收 Beta 以后，先做一下 Shape 的蒙皮变化啊，蒙皮变化加上默认的顶点坐标，这个是 Shape 以后的顶点坐标。顶点坐标是1是 batch 数量，我们都是16890个顶点，3就是坐标。这就是获取关节点的数据。关节点这个就是关节点，做出来一个对角矩阵。这个就是做罗德里格斯旋转啊。基本 3D 旋转的话，常用的就是欧拉有的罗德里格斯旋转或者4元素旋转，这边用的是罗德里格斯旋转。这底层实现我们就不看了，这都是公用的方法。我可以提一下，大家假如要是对一些3D 的旋转、线性代数在3D 领域的什么平移旋转，或者是图形计算相关，举个例子，什么光散化呀、shader，什么还有一些渲染、相机等等图形计算的课程，我建议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Games 101的课程啊，可以自行搜一下，讲的特别好，讲的是现代图形计算的一个课程。
经过罗德里格斯旋转得到每个哦旋转的矩阵，旋转矩阵一般都包含前三个就是特征旋转的角度叫位移，最后一列就是位移。顶点经过这个位移变化以后，这个是通过 pose 的位移变化，这个是用复节点的变化再做一下旋转。另一个就是骨骼绑定的旋转，因为每个旋转的时候父子级都是有关联关系的。这个是蒙皮权重啊，LPS 蒙皮权重，看一眼，变化以后也是6890个顶点。它就是每个顶点6890，每个顶点受24个关节位置的影响的权重啊，这个就是。这是默认获取 T-pose 的初始化数据，所有的变化是在 T-pose 基础上变化的，不是上一帧的变化。下面就是都计算以后，最终乘以矩阵乘以其次坐标，会得到最终的变化。这是最终变化的顶点数据，这个是关节点的变化。24个关节点，23加1嘛。到这儿，这样的 LPS 核心算法大概讲完了啊，剩下就是没什么的了。直接返回顶点跟关节点的数据。顶点6890个顶点，zip 就是45×3，然后下面再看一下渲染啊，Pattern 的初始化，这边只传了刚才 face 是这个参数啊，初始化的是用多少面来初始化，渲染的时候把最终变化的顶点数据再传过去。这个是图片的渲染图片的大小，初始化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他们自己的自带的方法。这个是初始化的光照信息，这个也一样，一些相机参数、光照信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Games 101的课程了，这边就不细讲了。
然后建筑渲染方法，这个是建立网络最大的方法，把顶点跟 face 面三角面数据传过去，形成一个网络。这个也是做一下旋转啊，它可能也是坐标轴不一样，就 XYZ 坐标轴。如果需要旋转的坐标轴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传一下参数啊，这个都是默认调整好的参数。Project Camera 就是最常用的透视投影，这个是焦距的那个仰角的角度啊，用这个可以调整嗯可视范围。这个就是基本初始化的方法，这大家都不讲了。这些，然后这个是相机的位置，最终就是渲染，渲染以后会返回那个 RGB 的图像数据，大概是这样的，只是大概讲一遍，你们再看一遍可能会好一点。特别细的想深入研究的，可以自行再研究一下。啊，对，这里边有一个，因为 U 邦图的话，因为都是用那个线下渲染啊，这个它会模拟一个显示器线下渲染 off screen。到这边就返回图像 RGB 数据，然后是细微图写写入图片，刷新一下。这样的话，一些重要的地方用 debug 模式一步一步都讲完了啊。你们自己动手做的时候，自己再走一遍，应该会有更深的印象。可以再看一下 SMPLX，SMPL 讲完以后再看 SMPLX 的话特别好理解，它就多了手部跟脸部的参数，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就行。主要看他们的 forward 的方法。这个参数一样，这个参数一样，它多了一个左手的关节点的 pose，右手关节 pose，这个是脸部 pose，还有左眼、右眼，这些数据我就不模拟了，可以瞅一眼，基本都一样的方法。各种计算通过 LBS 的方法，基本没什么变化，就多了几个参数。这样的话，代码 debug 反正讲解完了。下一个课程的话，我会讲两个实际应用。一个是图片直接还原 3D 模型，就是输入图片就直接形成这个图片里人物的 3D 模型，不用像这样手写一个一个参数。第二个的话就是，嗯，视频，假如说一个视频里面某人跳舞的一个视频，会把这个跳舞的视频的每一帧的关键动画
还原成一个动作文件，这两个是比较常用的应用。好的，那这个代码讲解就完事儿了。